这是一个 Insta360的全景相机啊，我之前拍了很多画面，拍的是我的行车视角啊，在车上或者在车的前方上面这样的一个画面，感觉类似于像航拍一样，但是呢，它并不是航拍，其实它是用这个 Insta360来拍摄的。之前有很多人问我这个画面到底是怎么拍的，我也给大家讲了，是用这个相机。我觉得拍的话，大家都知道是用这个拍的，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呢？难就难在你怎么样去固定这个相机。为了做这个自媒体呢，我也是自己动手啊，开发了一套这个相机的车拍底座，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个支架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当时已经拍过视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支架是怎么样制作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金属件是用一个40毫米的方管焊接成的，它的4个方向分别焊了4颗3/8的螺母。这个件是我让我爸帮我制作的，因为我爸是搞机械加工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说非常的简单。OK， 喷漆完毕。我把这个行李架的这个 U 型扣拿过来了啊，然后这个东西已经喷好漆了，给它钻2个孔，让它这样穿过来，固定一下孔的位置，贴个不干胶，看一下放在哪比较合适。OK， 2个点，我们现在去钻孔。垫一个纸壳子，免得到时候打穿了，把我的菜板给我钻坏了。我们需要这么粗的钻头，直接用这么粗的钻头可能不太好钻，先用个细的，先打2个小孔，然后再用粗的给它把孔扩一下。哎呀，通了。可以，可以，已经完全穿过来了啊！待会儿咱们去车上试一下。看，就是这样，上面上2个螺丝就行了。这个地方有一个3角形的地方，我得做一个东西塞到这里。这样子可以让它保持平衡。OK， 非常完美。这是我在外面捡的一个木头，我们现在用它来削一个形状。啊，这削起来太费劲了。我突然想到，我有电动工具啊，电刨子。看，
调好了，我们现在去车上试一下。OK， 就是垫到这个下面，这个支架，看一下。我先把螺丝上上。很紧，车都晃起来了。给这个喷个漆啊！把它也给喷个黑色，这样子的话整体比较美观一点。OK， 看这块木头涂成了黑色，现在装上去就比较美观了。好了，我的这个拍摄支架就安装完毕了。好，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的。大家看到的大部分的画面都是我就是竖着拧上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螺丝口它是一个3/8的标准的相机底下的螺丝口，所有的相机或者云台的底座是通用的。它有3个方向，就这样。当然了，我在市区里头，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这样子安装。然后，如果说你到一些野外或者人少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个自拍杆伸长嘛。这个自拍杆是隐形的，你可以装高一点，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拍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航拍的视角。看，就比较高，但是这样装的时候，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限高杆哦。它有3个方向，其实它是有4个方向的，往那边也有一个方向，但是往那边咱们车顶上是有这个行李箱的，所以不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装一个向前的视角，这个视角就可以拍到从外面拍到我在开车这样的一个视角。看，现在就是伸出去的，它是这样的。其实这样安装是不会超出车长和车宽的，就是这个视角就可以拍从外面拍向车内，也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侧面视角，这样安装的话，它就超出了你的车宽，它就宽出来了，所以不建议这样子用。这样子安装的话，上路会很危险。我这样安装全都是在野外，在一些野外的道路上我才会这么安装，没有车的路上我才会这么安装。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用这个视角的。好，我们把它取掉。3种安装方向我就介绍完了，但是这个可以拧掉啊。我们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装到这里，或者装在对面或者装在这边，或者装在那里。它有4个安装位置，对吧？4个安装位置再加上上、前和侧3个方向，也就是说，它可以组合出12种视角来拍摄。好吧，这就是我的这个全景相机的车拍底座，给大家介绍完了。大家觉得我的这个底座怎么样呢？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或者更好的方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咱们做自媒体很多时候通常也就1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摄影师来为你拍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想出一些办法来制作一些这种拍摄方面的一些小物件吧，好吧？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